这几天啊，巴拿马、印尼和英国在无端损害了我中企合法权益之后，都纷纷体会到了中药的滋味和疗效。良药苦口，它利于病啊！这帮子病得不轻的官僚，最近纷纷都表示疗效很不错啊，脑筋清楚了，手也不痒了，看中国资产也不发那种总想据为己有的桃花癫了啊！我方表示喜闻乐见。从年初的巴拿马到春天的印尼，再到6月的英国，对中资企业挥舞国家安全的大棒时有多草率，现在的姿态调整就有多狼狈啊！有主动来华协商的，有承诺足额赔偿的，还有大规模释放欢迎投资的积极信号的。这一连串的变化背后，就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从被动应诉走向主动博弈的中药治疗效。治疗一些妄想症啊，最有效的方子其实是算账啊。收割中资资产的这个政治账，它是一时的，可是经济账啊，却是没完没了的血亏的。这个脑子啊，一算他就清楚了，屁股可以决定脑袋，可是光靠脑袋的幻想却填不饱肚子啊。想吃饭你得懂规矩，换了规矩那就是亏钱、缺货、停产、失业，症状接二连三的它就会来的啊。先说巴拿马。撕毁了合同的代价比想象的更沉重啊！2026年1月底，巴拿马就以违宪为由，突然裁定香港长江合计运营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这个特许经营合同无效。这份1997年签署，2021年刚续签到2047年的正规商业合同，在美方不断的释放出来的说这个中方控制运河的舆论造势下，被巴拿马以司法名义单方面的撕毁了。2月23号，巴拿马直接宣布动用行政力量接管2座港口，清退中方管理人员，将码头临时交给马士基和地中海航运代管18个月。彼时的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态度相当强硬，扬言如果我们反制，他们还要实施对等的反制。在他的算盘里抱紧美国的大腿就能获得政治的庇护，港口收回来换成西方的企业运营照样可以赚钱。然而这套政治优先、经济靠边的这个逻辑很快就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我们的反制如同针灸一般精准、快速、有效。第一针是外交与法律层面的，我外交部门和香港特区谴责巴方力挺中企维护合法权益。3月6号，长和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正式提起仲裁，索赔金额超过20亿美元，这笔赔偿相当于巴拿马25年财政收入的 8%。一旦仲裁裁决生效，直接冲击该国的财政体系。更关键的是，国际仲裁的负面记录会永久性的损害巴拿马的营商信用评级，推高它的国际融资成本。第二针直接就扎在了投资与合作层面全面暂停，直接叫停所有中巴之间的新建基础设施项目的谈判与评估，涉及总规模数十亿美元，包括投资14亿美元的巴拿马运河第4桥、阿马多尔邮轮码头、巴拿马城市地铁线路等核心工程。我们自古有东郭先生的先进经验你想当白眼狼，我也不会给你机会呀。同时收紧了对巴拿马农产品、香蕉、咖啡这些支柱出口品类的查验力度，直接冲击它的农业与农民收入。第三针扎在了航运领域的精准反制上。自3月8日起，上海港、舟山港、盐田港等9大枢纽港口，依据国际海事组织港口国监督程序，对悬挂巴拿马船旗的船只开展了全覆盖专项安全检查，覆盖船舶设备、船员资质、安全管理体系等全环节，隐患船舶一律滞留整改。数据显示，3月中国港口滞留的外籍船舶中，巴拿马籍占比超过 74%， 上半年累计滞留巴船舶接近140艘，远超往年的30到40艘的水平。这还真不是我们刁难它。从今年1月到7月巴拿马籍的这个船舶到港的艘次仅占外国籍船舶的 20%， 但它的事故和死亡失踪的这个人数占比却高达 50%。 依法依规严格监管，也是对船员负责。随后大量国际船东开始权衡换旗的成本，巴拿马作为全球第一大方便旗注册国的地位首次出现了实质性的动摇。因挂这个巴拿马船旗的这个船舶在中国港口滞留的风险飙升，26年上半年累计有642艘商船注销了巴拿马船籍，同时新注册的船舶只有150艘，净流失492艘，船舶总吨位下滑 5%， 创下了2006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另一边，3月10号，中远海运及其旗下所有子公司宣布暂停在巴尔博亚港的全部航运服务，同时撤走大量的空集装箱。作为该港口最大的货主之一，中远的撤离直接就导致港口集装箱循环链整个彻底断裂了。货你就运不出去不然你让货自己游过去呢？
根据外媒测算啊，港口吞吐量在3个月内暴跌60%，巴拿马运河的过境收益同步缩水，单月损失超过2400万美元。同时呢，我们的相关部门也先后约谈了马士基和地中海这些代管的这些公司的高管啊，就说白了，家长出面就问。就你要拿我们家孩子东西，还打算据为己有要求其停止参与非法港口运营，并明确表示，如果你们损害了中企的利益，那将影响你们在中国市场的业务。毕竟全球前10大港口6个港口都在中国，巴拿马的业务赚钱还是咱们这边的业务赚钱，他们还是晓得的啊。随后2大航运巨头陆续在港口运营上保持观望态度呈现一个收缩的态势。那3重压力之下，巴拿马国内已经出现了港口运营效率下降、外资信心受挫、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等问题，运河通行费与船籍注册收入双降，装强硬的政治收益就那么一下之后饿肚子有可能是一辈子。4月其实穆利诺就开始释放缓和信号了。7月，巴拿马副外长率团来华协商海运合作，公开表示不想掺和到大国博弈里去。那你早干嘛了呢？然后还想在不归还港口的状态下推动中巴海运协定续签，多少是有点异想天开了。现在前开港还在有序推进，巴拿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其实就只剩那么几年的机遇期了。怎么抉择就看是讨好美国能吃饱肚子，还是好好合作能够保障就业了。如果说巴拿马事件是地缘投机的典型，那么英国敬业钢铁这个国有化的事件就更像一出失心疯版本的农夫与蛇。